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， 还有脸书，还有 Instagram， 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4年的10月8号，今天是星期二，每周二是我们的说故事时间。今天老师来讲一则很有意思的故事哦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如果你们不喜欢也没办法。好。那其实呢，听故事会比上 HSK 的课更有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非常实用而且很棒的词汇哦。好，那欢迎大家，我们现在就来说故事吧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今天的故事是风筝与幸福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有没有放过风筝？我们中文用放风筝啊，英文是用这个fly， 对不对 ？To fly a kite。那中文是用放的啊，放风筝，放风筝。好，等一下啊，老师打一下放风筝哦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你们一定要知道怎么用这个动词是放啊，放风筝。那幸福，各位同学，你觉得幸福吗？我们人生有时候就是在努力追求幸福，大家都希望能够追求到自己的幸福。什么叫幸福呢？每个人对于幸福上的定义不一样，有人觉得幸福是跟家人在一起，有人觉得幸福就是要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人，有人觉得幸福就是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。所以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。杰明，你是我认识的那个杰明吗？比利时的那个杰明吗？杰明在沙滩上放过风筝，很棒耶哦。Jenny 跟 Simon， 你们没有放过风筝？你们真的没有童年。放风筝有时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，非常的有意思。放风筝很好玩，对不对？那各位同学，你们的幸福是什么呢？理查老师觉得幸福就是健健康康的，平凡、快乐，没有烦恼，然后跟爱的人在一起，然后每天上直播课，这个就是理查老师的幸福。对，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哦。杰明，你就是比利时那个汉语桥得到冠军的杰明。幸福就是上老师的课，哇哦，很棒啊！好，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则故事。汤姆最近工作不顺遂，和女友的感情也降温了，他感到生活无趣，找不到幸福的意义。好，汤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。最近工作不顺遂，各位同学，你们是不是没有看过这个词不顺遂啊？不顺遂的意思就是不顺利，不顺利的意思。所以顺遂是一个比较难的词语哦，其实你就把它当作顺利的意思就可以了。顺利。好，那这个算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表达，不过也希望你们听过这样的词汇，顺遂就是顺利的意思啊，顺利的意思。那他的工作不顺利，可能遇到了一些挫折跟困难。那另外呢，和女朋友的感情也降温了。老师，什么叫降温？就是温度降低了。当然它可以用来指关系慢慢的变得比较不好，或者是比较平淡，没有像以前那么热情，感情这么好，没有了，感情降温了，热情降低了，没有像以前那么爱彼此，没有像以前这么爱对方了，所以降温了。他感到生活无趣，没有乐趣，找不到幸福的意义。汤姆突然觉得到底什么是幸福？他不晓得了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幸福啊。好，意义跟意思有一点不一样，意义是一个比较 deeper meaning behind something， 意思指的是意思的意思非常多意思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用法，你可以说字的意思、句子的意思，
但是意义通常指的是比较抽象的，像人生的意义、幸福的意义，这种比较抽象的词我们会用意义啊。意思可能是句子的意思、字的意思，这个汉字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所以意义指的比较是 deeper meaning behind something 啊。好，这样很糟糕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人生的挫折，对不对？可能你有时候觉得我很开心，但是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沮丧。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有时候会觉得快快乐乐的，有时候你又会觉得不顺利、不顺遂，有一点遇到挫折了。这个我们中文可以说遇到瓶颈了啊，遇到瓶颈了。如果你遇到瓶颈，表示你没有办法 break through， 你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啊，所以我们说人生遇到了瓶颈啊。好，那么汤姆遇到了生活的瓶颈了啊。好，我们说老师刚刚说的瓶颈就是你们会写吗？瓶颈。好，在台湾有人会念瓶颈啊，瓶颈，我想都可以，听得懂意思就好了。遇到生活的瓶颈啊，或者是瓶颈，都有人这样会有不同的念法啊。好，就是遇到了没有办法突破的一个阶段啊。好 ，OK， 我们再往下看，难得的放假日，汤姆找了个空闲时间，他来到了一个空旷的田野，他想做什么？他想放风筝来让自己开心起来。好，那汤姆遇到了不开心、不顺遂的状况，他想要放松自己，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去空旷的田野放风筝。那各位同学，难得的放假日的意思就是，汤姆可能工作很忙碌，所以他没有常常放假，所以放假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。难得就是很不容易遇到的事情啊，很不容易遇到的事情。好，那从这个句子我可以想象，汤姆是一个工作很忙碌的人啊。好，找了个空闲时间，不是空闲时间啊。好，注意这是个多音字哦，空闲就是 spare time， 空闲时间就是有空的时间啊，空闲时间。汤姆找了个空闲时间，他去哪呢？他到了一个空旷的田野，空旷就是很宽广 ，very open, broad， 很空旷就是哇，你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，一望无际啊，一望无际，你们知道这个成语吗？一望无际哦，通常空旷是你看不到，哇，看不到边界，哇，好远好远啊。一望无际啊。好，这些成语你们都要知道，其实虽然很难，但是是母语者常常用的。如果这个地方很空旷，哇，一望无际，你看不到它的 limit， 看不到它的边界，哇，很空旷啊。好，那田野，好，田野就像这个地方了啊，这个地方就叫田野啊。好，那么他想放风筝来让自己快乐开心。好，那么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汤姆心里想啊，我想让风筝飞得更高。他想让风筝飞得更高，所以汤姆怎么做？他一边跑一边喊，我要让风筝飞得更高。所以你可以想见，从这个句子我觉得哇，汤姆的压力真的很大，所以他一边跑一边大喊，我要让风筝飞得更高。我觉得汤姆有一点在释放他的压力，他平常的压力可能很大，工作的压力，感情给他的压力。然后突然间有一位老人坐在不远处，坐在不远的地方，没有很远的地方。老人摇了摇头，微笑看着汤姆，他就这样微笑看着汤姆，摇了摇头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对，压力很大啊。Hello Hardwin， 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当你在阅读一篇文章的时候，你要去思考这个句子它有什么意思，有什么情绪。
这样子的话，你不只在读一篇文章，你也在感受主角的心情。有时候我们在读文章的时候，你要把自己想成是汤姆。哇，如果我是汤姆的话，我压力一定很大，所以我要做什么事情来释放我的压力。所以当你在读一篇文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用心去读，去感受主角的心情跟情绪，你才能够把这篇文章读得很清楚哦。好 ，OK 汤姆看到了老人，产生了好奇心。他有一点 curiosity， 好奇心就是你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产生 produce OK， 我们中文可以说产生好奇心 produce curiosity 可以啊，产生了好奇心。他跑到老人身边，气喘吁吁地问。好，气喘吁吁是一个成语，就像老师现在通常你剧烈运动之后，你会气喘吁吁，或者是你跑步跑了很久，喘气啊，非常这个你非常喘，这种感觉叫气喘吁吁的问老伯什么是幸福？好，因为汤姆已经找不到幸福的意义了，所以他想问这个老人。老伯，什么是幸福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幸福是什么？好，对，气喘吁吁。好 ，OK， 好的。老人沉默片刻。好，沉默就是不讲话 ，silent，keep silent。好，那你们可能会想要问老师说什么叫片刻？片刻就是很短的时间。他沉默了很短的时间，可能我觉得片刻是几秒而已。可能5秒、6秒，老人沉默片刻，就是他沉默了很短的一段时间，望向远方。老人看向远方，望就是看的意思，看向远方。他说：“幸福是一只风筝。”好，这个念只哦。好，幸福是一只风筝。好，风筝的量词很奇怪，对不对？用只。幸福是一只风筝啊，汤姆不懂诶，他皱眉。好，你们知道皱眉吗？听不懂，或者是心情不好，皱眉。汤姆皱眉，那你们可以猜一下，汤姆皱眉就是他听不懂，对不对？他皱眉啊。好，眉指的是你的眉毛 eyebrow， 眉毛皱眉，就这个感觉。皱眉。好，不明白老人为何这么说，他不懂老人的话，他不晓得老人为什么觉得幸福是一只风筝啊。好 ，OK， 老人说道：“幸福就像幸福就像风筝的线。”好，你们知道线对不对？风筝我们一定要拉着线才能放风筝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把线握得太紧，风筝飞不高。好，因为你握太紧，风筝没有办法飞得很高。但如果你把线握得太松，风筝就会带着线一起飞走。哇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听得懂老人的意思吗？幸福就像是风筝的线，如果你握得太紧，风筝是飞不高的。但如果你把线握得很松，握得太松了，风筝就会跟着线一起飞走了，你再也找不到风筝了。哇，你听得懂老人的话吗？好像有一点点听懂了，对不对？又好像听不太懂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每个人可能听到老人的话都会想到好像很有道理 make sense but 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。好的，生活也一样，抓得太紧，你什么都想要，那么你将无法好好享受生活。如果生活里你什么都想要，你
你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要抓住，然后你又抓得很紧，那么你就会变得很忙碌，或者呢，你太在乎了，你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生活。好，如果呢，生活抓得太松，你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珍惜，没关系，老公嘛，没关系，小孩子嘛，没关系，学习明天再来了，抓得太松，那么什么都不珍惜，你也将失去幸福。好，可能老公就跑掉了，小孩就不爱你了，学习中文明天再学了，中文变差了。所以如果你不珍惜，生活过得太松了，那你会失去幸福。好，各位同学，老人的话你们听得懂吗？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听得懂，但是每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过得不一样，所以你会有不同的感觉。那你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呢？你是不是生活，你在你的生活里什么都想要，但是你反而不快乐？你有钱了，你有家人了，你有了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你还是不快乐，你抓得很紧，什么都有了，但是你还是不快乐。有的人呢，生活过得很随便，过得很松散，很懒惰，什么也不珍惜，结果他也不快乐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人好像也不快乐。所以各位同学想一想，你是哪一种人啊？好，阿斌说，老师我似懂非懂。你是那个泰国的阿斌吗？对，风筝就是我们爱的人或事物啊。好，所以老人接着说，幸福的秘诀，好，秘诀就是 tips secret tip 这字很棒，记起来，秘诀 secret or tip， 秘诀就是方法，方法就是适度和平衡。好，适度就是我们不要太多，也不要太少，平衡也是这个意思。做事情呢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少，不要太紧，也不要太松。老人说道，汤姆点点头，看向远方，开始享受田野美丽的风光。好，汤姆点点头，他什么都不想了，他跟老人一样看向远方，他开始享受田野美丽的风光，风光就是风景的意思。好，那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懂还是不懂？我觉得懂也好，不懂也没关系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思考一下，你抓得太紧了，还是太松了？你可能很多事情你抓得太紧了，你还是不快乐；你放得太松了，你也不快乐。所以这个老人告诉我们的就是，不要太多，也不要太少，不要过于努力，也不要都不努力。有时候停下来，看看身边的风景，看看身边有谁陪着你，可能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汤姆最后呢，他点点头，他现在在田野上，就应该要享受田园的风光，对不对？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有时候你也要停下来，想想看，我爱的人是谁？我身边有谁？我身边有什么值得我珍惜的事情？有的事情呢，我们要抓紧；有的事情呢，要放松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，很难，真的很难。所以各位同学，要幸福好像不容易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追求幸福，有人一辈子都得不到幸福，有人很容易就得到幸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世界上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你是哪一种人呢？好的，那么不管你有没有得到自己的幸福，老师现在有3个问题要问你，请你们回答我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汤姆向老人问了什么问题？好，请问汤姆向老人问了什么问题？好，请问答案是什么呢？
对，如果要幸福的生活，一定要平衡，对不对？很好的一个解读哦。好，解读啊，就是 interpretation， 很好的一个解读。各位同学，这些答案都没有对或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啊，答案没有对也没有错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答案。很好，汤姆问老人：幸福是什么？什么是幸福？都可以。幸福是什么？什么是幸福？两个句子都是对的啊。好，很棒，你们都答对了。好，老师刚刚说的解读，就是对一件事情你有你的说法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你有你的 interpretation， 你有你的解读啊。好，很棒，你们都有专心的听课。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你汤姆的近况如何？什么叫近况？就是最近的情况。他最近开不开心？最近幸不幸福？最近做了什么？这个就是最近的情况。我们中文很常用近况。诶，你的近况如何？有时候我们不会说，诶，你最近好吗？可以说你最近好吗？也可以说，诶，你的近况如何？这个很常用哦。你的近况如何？你最近好吗？好，那这位同学说，你要的幸福是在你手中，要看你怎么拿到它。对，你要抓紧吗？还是要放松它？还是刚刚好就好了啊？很好，这位同学的解读也非常好啊。好，请问汤姆的近况如何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汤姆的近况好像有很多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工作，他的工作不什么？我们刚刚学的词你要用到哦。老师刚刚教过你的不顺利的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？他的工作不顺遂，非常好。老师就是希望你重复的去想一下刚刚学过什么词汇啊？汤姆的工作不顺遂。那么跟女朋友的感情怎么样？我们刚刚用了什么动词？他跟女朋友的感情怎么了？我们要用刚刚学过的词哦，感情降温了哦，降温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问题是希望大家回想一下，你刚刚学到了什么词汇？你们都说得很好。第一个，汤姆最近的工作不顺遂，你也可以说不顺利。第二个，他跟女友的感情也降温了，没有那么热情了，他们彼此没有那么爱对方了。他跟女朋友的感情也降温了，所以他找不到什么的意义，他找不到幸福的意义，找不到幸福的意义。他觉得生活怎么样 ？boring， 他觉得生活无趣。对，刚刚我们看到的词汇都要回想一下。他觉得生活无趣 boring， 而且呢，他找不到幸福的意义啊。好，当然你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回答方式了啊。像林子说的，他正在低潮期，很好，这个答案也很棒啊。你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回答方式啊。对，也可以说汤姆最近觉得不幸福，也很好啊。你们答案也很好，不过你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刚刚学过哪一些词汇啊。好，对，工作不顺利，跟女友之间的感情也不如以前，不如从前哦。好，很好。OK， 第三题，根据老人所说的话，请问幸福的秘诀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再一次看这个词汇哦，秘诀就是 secret or tip。好 ，OK，secret，秘诀。好，秘诀就是特别的方法啊，叫秘诀。好 ，OK， 请问根据老人所说的话，幸福的秘诀是什么？好，日本也降温了。突破瓶颈很好，突破瓶颈就是他突破了自己突破了自己。对，他的生活没有意义，生活没有意义。好，老人说幸福的秘诀，老人说幸福就像是什么？幸福就像是风筝的什么？这个东西我们叫什么？幸福就像是风筝的什么？如果你
什么的太紧，风筝就怎么样？如果你把线什么的太松，风筝会带着什么一起怎么样？你可以回想一下刚刚我们看到了什么句子，我们刚刚看到的故事内容是什么？你要多多的去训练自己回想刚刚读过了什么。好 ，OK， 秘诀就是适度和平衡，这也很棒啊，这也是老人说的秘诀啊。对，线很好，那个东西叫线，对不对？老人说幸福就像是风筝的线啊，对，很好。如果抓的太紧，风筝飞不高；如果抓得太松，把线抓得太松，风筝会带着线一起飞走。所以老人说，幸福的秘诀就是适度和平衡。哇，对不对啊？很好。对，适度和平衡，不要太有压力，但是也不能太放松。所以各位同学，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可以有你自己的回答方式。你也可以回想一下刚刚看到了什么故事的内容。老师再说一次，老人觉得幸福就像是风筝的线，如果我们抓得太紧，风筝飞不高；如果我们把风筝的线抓得太松，那么风筝就会连线一起飞走了。所以幸福就像是放风筝一样，最重要的是适度和平衡。哇，如果你可以回答的这么完整的话，如果你遇到了 HSK 的这种题目，a piece of cake 太简单了。OK， 好，你们回答的都非常好，你们回答的非常好。好，当然你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回答方式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对错哦。好，哇，蓝墨你回答的非常好啊。好的，我们来最后复习一下今天的词汇。老师会念2次，请你找一下是里面的哪一张图呢？第一个，空旷，空旷，好，空旷。第二个词汇，风光，风光，好。第3个词汇，平衡，平衡。好，你找到图了吗？再念一次哦，找一下是哪一张图。空旷，风光，平衡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生词。好，珍惜，珍惜。好，片刻，片刻。好，片刻就是很短的时间。你看这个女生，她呢读书读得好累，她想要休息片刻 ，rest for a short moment。这个小女生读书读得好累，她想要休息片刻，她想要休息一段很短的时间哦。好，皱眉，皱眉。好，通常你遇到伤心的事情，你遇到困难的事情，或你听不懂老师的课，你就会皱眉啊，皱眉。好 ，OK， 那这就是今天的故事。希望呢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。今天的故事需要思考一下。那老师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。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不够开心，不够快乐，有时候可能是你抓得太紧了，放松一下吧。可能有时候是你放得太松了，还是要抓紧哦。好，我们明天见，晚安咯，拜拜。我最近遇到你的名字叫大叔，对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大叔 Mandarin 希望大家支持大叔 Mandarin，拜拜，晚安咯。